如果可能老师如果还是很卡的话，可能请你再重连一次试试看好了，看会不会比较好。好，好像好一点了。诶，好像又一卡一点点卡。是的，因为我知道 VPN 真的会有卡。因为我现在听你声音也是卡卡的，还是可能老师你再连一次看看好不好？你先你再连一次看看，我来先跟学生打招呼。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 ，Welcome to my Chinese class。各位同学，今天呢，理查老师找了一位新的中文老师一起要跟你们学习中文哦。好，可人老师。好，这位老师他非常有名，不晓得你们有可人老师可以吗？瑞佳老师好。可人老师来了。好，那各位同学，你们认识可人老师吗 ？Karen Unconventional Chinese 其实非常有名哦。理查老师是看这个可人老师的频道长大的哦。这样有没有很夸张？这样？有。好，那对。可人老师，你跟同学们介绍一下自己好。其实很多同学都知道你了，你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大家好，我叫可人，我的 YouTube channel 是 Unconventional Chinese。为什么是 Unconventional Chinese？ 因为我教中文的方法，叫做 Comprehensible Input。对，是一个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教中文的方法。我不太喜欢用书，所以我喜欢和学生用聊天的方法学中文，所以我叫自己 Unconventional Chinese。对，可人老师，你知道吗？其实你很早就在做频道了，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特别有看你的频道，那个时候好像你有特别出国去玩，所以你的有点是那个博客的形式，有点像博客的形式，所以我看你的频道非常的有意思，早就想找你来一起，真的很早就想找你一起来跟我一起教大家中文了哦。好，大家就是说Priscilla，来自美国的朋友，他说好漂亮，可人老师哦，从来都没有学生说我帅，结果你一来就说你帅。阿能说阿能是来自缅甸的朋友，他说好美丽哦，老师。缅甸，谢谢阿能。这个 Channel B 太夸张了吧？来自老挝的朋友。安以轩。真的，可人老师长得很漂亮哦。老师，你的学生都好搞笑，好真的，学生很可爱。我跟你讲，哎呀，还一来就争名次的也有，第一名、第二名在那边吵，到底谁第一名的啊？特别可爱。好，那可人老师，我特别想要跟Oh my Chinese， 在嘉迪是老师，我美国的朋友，他说我的中文完全不 unconventional， 他是在开玩笑啦啊，开玩笑。我看到了。好，那可能老师的频道我跟各位说一下，因为我特别要跟大家 recommend 推荐一下可人老师的 YouTube channel， 请你到这个连结到这个链接，你就可以看到可人老师的视频还有频道。那他的教法非常的特别，他会要你用手势来比字的意思。在美国这个教学方法叫 TPRS， 不知道你们听过 TPRS 吗？在美国，很多西班牙语老师、法语老师也有中文老师，所以不一定是中文，很多语言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对 ，TPRS 这个办法是 based on comprehensible input， 然后是西班牙语老师发明的，然后现在很多中文老师也在用 TPRS 教中文。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教法非常有意思。然后学生特别容易理解，我觉得太棒了。好 ，OK， 哇，大家一直在赞美你，滔滔不绝。好，那我们可人老师有啊，阿能，我给你了这个可人老师的油管了哦，他的频道。各位同学，你们可以去支持可人老师，关注、订阅、点赞，好不好？哦，可人老师的视频真的是非常的优质，非常好哦。好 ，OK， 好的。
那你们也可以打 unconventional Chinese， 直接就可以找到可人老师的频道了啊。好，那可人老师，我们先来上课吧。哇，已经有同学订阅，已经有同学谢谢美订阅了啊。好，不过可人老师，你的好像又开始卡了，好像一阵一阵，对不对？啊，现在好像有一点，对，对不起大家，因为我在中国，所以我需要用 VPN，所以有一点点卡。会有一点点，没有关系啊。好 ，Channel V 同学哦，对了，可能老师这个很多同学都会特别想要了解，不同中文老师的口音是来自哪个地方？可能老师你的口音是来自哪里的？我的口音啊，我教课的时候啊，我尽量没有口音，因为我尽量用 Standard Chinese， 尽量用标准中文，对不对啊？对，但是我是深圳，不知道你们听过深圳吗？深圳啊，对，深圳啊，对啊，因为可能听那个可能老师你的那个画面又开始有一点 lag， 有点卡了。哦，对，所以哎呀，没关系，他可能一阵子吧。对，好，没关系哦。好，那可能老师可以了，我们试试看好了，好不好？好呀，好呀。好，我们就不管了，就试试看了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学的是新 HSK 的高级词汇，那是要学7到9。那今天学3个词汇就好了，因为太难了，我们学简单一点的。好，可人老师，我要麻烦你一个词语要念2次给同学们听，好不好？我这个是 very conventional 的，没有说 unconventional。好 ，OK， 好，麻烦请大家听一听哦。好，第一个是罢免，罢免。好，第二个。第二个是罢休，罢休。好，第3个。第3个是霸占，霸占。可人老师，你觉得这3个词常不常用啊？我觉得真的不太常用，而且蛮难的，算是对，很真的是高级词汇。好，没关系，我们试试看好了。我们先看第一个罢免这个词，就根本就是属于选举的用字了哦。好，对，好，我们看一下。好，第一个词叫罢免，罢免。罢免基本的意思，英文是 to dismiss somebody from his post， 就是这个。可能老师，我们先念一下句子好了，稍后再帮各位解释罢免的意思。好，要麻烦你念一下句子。好，因为市长贪污，市民决定罢免他。好，因为市长贪污，市长就是我们的 mayor，OK，mayor，我的 mayor 跑哪去了？我少了个 the mayor 好了。准备课件太赶了 ，OK。对。好，这个市长其实就是英文的 mayor，OK。贪污，可能老师，贪污当然英文是 corruption， 但是我们要怎么用中文来解释贪污这件事情呢？贪污就是这些钱它不属于你，但是你 take the money 就是贪污。没错，贪污是怎么样？像有些总统、市长或者是什么什么部长。他呢发现有人要给他钱，他就把钱给偷偷的拿走了呀，偷偷的拿走了，这个就是贪污。所以各位同学，贪污一定是一件不好的行为哦。那有时候总统啦、这个部长啦、市长啦，他们会看到这种钱，他就会把它拿走，这个叫贪污哦。好，那市民决定就是 decide 这个词大家都学过了，罢免。好，罢免这个词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罢免的意思，各位同学，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很多人拿着票，对不对？拿着他要把这个人拿着行李要走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些人拿着票，告诉这个人说，你不要再做这个职务了，你要离开，因为你可能贪污，你可能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就用票告诉你，你可以走了，这个叫罢免这个叫罢免。好，所以呢，各位同学，罢免的意思就是你可能用投票的方式。各位同学知道投票吗？ voting，voting。
然后呢就把这个人给罢免掉了哦。好，对，可人老师，我们要怎么再说明一下罢免的意思呢？我觉得这样说可以了，大家应该懂什么是懂意思了，对不对？ from his 好，不 position。过有同学说理查老师很帅，好，这个要讲一下。好，好，罢免啊，贪心，贪污。玉珠问说，贪污是不是贪心的意思？可能老师觉得呢？不是，因为贪心是 greedy， 呀，但是贪污是一个，我觉得 political word， 对不对？呀，政治的用字，这个可能贪污，玉珠贪污可能是总统，可能是市长，可能是什么什么部长、州长，对哦，这些人偷偷把钱拿走了，这个叫贪污。贪心不一定是钱，贪心可能是不同的东西哦。贪心不一定是钱，贪心是一般人很贪心。像理查老师想要娶8个老婆，这个就是贪心。这个例子好奇怪了哦。理查老师想要不要说娶8个老婆，理查老师想要一次交8个女朋友，贪心。但是理查老师没有贪污哦，我没有贪污，我是贪心哦。好，对，贪污跟夺走也不一样吧，对不对？不一样。不一样。如果用英文，我觉得夺走是 take away。take away， 你可能夺走300呀。贪污，我觉得如果用英文，可能是 accept the bribe 的意思。accept the bribe， 就是拿人家的钱，拿人家的贿赂哦。那夺走不一定是钱啊，你可能 take away somebody's life， 你可能夺走某人的生命，对不对？也可以夺走爱。对，take away somebody's lover or like love 夺走某一个人的爱人，对不对？有可能对。韩国瑜，这个好台湾哦。韩国瑜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市长被罢免了哦。好 ，OK， 好。因受贿，哇，我觉得这个句子很棒哎。因受贿被罢免，对不对？接受了贿赂被罢免了哦。对，好，那可能老师我们看一下一个图表好了，可能会让同学比较了解。那通常我们说罢免呢，通常我们会有个选举，对不对？好，那可能老师我要麻烦你念一下这个流程好了。第一个流程是，好，第一个是选举，英文是 election。好，选举就是拿着票，对不对？我要选 A， 我要选 B， 我要选可能老师比理查老师漂亮，这个也是选举好，选举就是这个啦 ，vote to vote 选举完了之后，结果这个被你选出来的人 ，someone is elected by you。This person accepts money from other people，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可能老师麻烦你。贪污。对，他这样子，他被你选出来了，可能是 president， 可能是这个mayor， 他就这样把钱拿走了，他就贪污了对 corruption。那也有可能我们会说什么？好，这个麻烦一下。贿赂就是 bribery， 就是其实我觉得两个意思有一点像啊，贪污跟贿赂有一点像就是去拿不该拿的钱去拿不该拿我觉得贪污是这个人接受别人的钱，贿赂是一个人给别人钱。对，这个贿赂就是比如说这个理查老师要贿赂可人老师，就拿钱给可人老师，那可人老师就贪污了。对。对，可能老师说的很好哦。比如说，理查老师觉得，哇，这个如果我们的可人老师是市长，可人市长我有些事情要请你帮忙，这些钱就给你咯。然后可人老师就哇，so much money， 可人老师就就拿走了。理查老师贿赂，可人老师贪污，可人市长贪污，理查老师贿赂，可人市长贪污这个就是他的意思。那这个时候，各位同学，你们看到可人市长贪污了，你们要怎么样了？你们就懂了，你们就要怎么样 recall， 你们就要罢免，你们要把可人市长给罢免 ，Mayor Karen， 你们要罢免他他就不能够再当市长了。
你们如果罢免了可人老师、可人市长，他就不能再当市长了哦，他就不能再当市长了。好，对 ，OK， 好的。哦，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人老师你觉得呢？不一样哦，不一样。开除，我想一想，开除比较像工作。对，是工作的时候是 fire。开除，对，开除比较像我们中文讲的叫炒鱿鱼，炒鱿鱼，就是你的职务被老板你被老板 fire 掉了，对不对？被老板开除。对，那罢免，应该要拿罢免跟开除来比了。罢免是 political word，你去罢免总统、罢免市长，对不对？可能老师比较是 political word。开除跟罢免有一点类似，应该是用的地方不一样，对不对？对，我觉得开除是你的上司、你的老板开除你，对，罢免是citizen 市民罢免市长，是，对，所以开除是从上到下，罢免是从下到上。对，开除比较像是 like you use 开除 in a company， 公司会用的。And for political word， 我们说在总统啦、市长啦、什么什么部长啦，我们会说罢免。罢免。对，罢免一般会投票啦。一般来说，罢免会投票。开除的话，就老板直接说，可能老师你被开除了，再见，就被炒鱿鱼，可能老师就再见了，不用投票了。You don't need to vote。你开除的时候 ，you don't need to vote，but you oftentimes 罢免 is a political word， so you need to vote。你要投票，投票之后如果成功了，这个人就被你罢免了。了解了吗？对，好的。好，我觉得这个句子还不错。可能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这位同学的句子？好多员工被开除，因为疫情，好多员工被开除。对，我们中文比较喜欢把因为的句子放前面。因为疫情，好多员工被开除，这个句子还不错，对不对？好。对。那这个员工就是 company，so you have to use 开除，不可以说罢免。那有一个同学用了罢免的例子了好，这个阿能的句子，可能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可以，我们必然罢免这位将军。我觉得我们必须罢免这个将军。更口语一点，一定会之类的对，必然有一点，我们不会用在这里必然有点强好的，董事会也可以。对，我觉得 Channel V 讲到一个重要的东西，其实罢免不一定只能用在 political word， 其实只要我觉得有投票的行为都可以叫做罢免。对，是的。对，像 Channel V 说的董事会都要投票，我一票你一票，多数通过了，这个人就被罢免了所以其实罢免比较像是你要经过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的 voting 这个动作罢免一般要经过 voting 好 OK 是好的。我觉得第一个字就好难哦。哇，好难用。老师，我有一个例子，我想问大家。就是因为我以前住在加州 California，所以今天我看新闻他们说加州的州长他们决定9月14号他们要投票 vote， 所以呢大家会决定加州的州长，不是市长，对不起，州长 Governor Gavin Newsom， 他们会决定要不要罢免他。不知道大家听说了吗？我有听过，可能老师我有听过这个消息。加州州长听说可能会被罢免，加州州长可能会被罢免。对。那而且呢，你要被罢免的话，那些州里面的市民就会去投票。那如果比较多人的话，这个州长就会被罢免。他就要走路了，他就要被罢免了。对，要离开了，他不能再当州长了。这个人州长如果被罢免了，
被人民罢免了，他就不能再当州长了，他就要走了，他不可以再当州长了哦。对，好哦，有人听过这个事情哦。好的，罢免我想大家都懂了，好，应该蛮清楚的啦。可能老师讲得很清楚啊。最近美国这个州长要被罢免的新闻也是非常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哦，大家很容易记起来啦。好，很好。好，这位同学的问题比较好解决，来，那麻烦可人老师。好，州长在英文就是 governor，州长是 the highest position for a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对，总统是 president， of the a highest nation position in America 对，那美国总统叫拜登，拜登吧，对不对？拜登是拜登。好，那这个州长，加州以前有个州长叫阿诺，对不对？对，他被罢免过，对不对？哦，真的啊？这个我不晓得。等一下，加州以前有一个州长叫施瓦辛格。对，阿诺施瓦辛格。他被罢免过。他被罢免过啊？他本来是个电影明星，对不对？他本来是个 movie star。哦，他是加州的州长，他被罢免过。这个我在看新闻，好像说，好，对，好，千乐斌说我看错了，对不起，老师，我看错了，不是他被罢免，是以前的加州州长罢免的时候，阿诺施瓦辛格变成新的州长。哦，我了解了。好，哇，阿历克斯说。总统负责全国家，州长负责一个州啦，一个州哦，一个州，因为省是中国使用省，中国会用 province 哦，省。对，好，哇，我想大家都懂，习近平好像是总理吧？习近平好像不是总理，书记长。对，我看一下，我不知道。书记长嘛？习近平怎么叫？不过绝对不是总统，对不对？不是总统，因为是 chairman，所以怎么翻译？主席，对。习近平是主席啊，主席对啊，有同学知道主席，习近平是主席啊。好，对，好的。Okay，can you tell us your exact time？ 哦，可能是说我们上课的时间。好，这位同学是10:30，可能是新同学，不晓得我们的时间啊。好 ，China time。中国时间10:30啊。Richard 老师每天10:30都上课，对吗？没错。哇，有点累。好厉害哦，太厉害了。其实累的不是上课，累的是准备这个课件，这个才花时间，好累。对，备课。好，玉珠的句子，可能老师觉得可不可以呢？市长被罢免了职务。非常好的句子，完美 ，perfect， 很好的句子哦 ，very good 哦。好 ，OK， 那各位同学，其他的句子我们就不看了啊，太多句子了。好 ，OK， 我们往下看，来第47个词汇，罢休。哎呀，这个词太难讲了，罢休。好，罢休简单说就是停止，对不对？对，就是停。还有停、罢休或放弃。不过各位同学，这个词不可以乱用，因为这个词有一些特定的用法，你不可以说我要罢休了，有一点奇怪。它有一个 set usage， 一个 fixed usage， 你们不可以乱用。等一下，我跟可人老师会告诉你怎么用，但是不要乱用。你可以乱用的是停止或放弃，比较 casual 一点。罢休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词汇，所以等一下老师告诉你会怎么用。那可能老师要先请你念一下我们的句子。好，不学好中文，我绝不罢休。好，我觉得我不要用不好了，因为怕同学搞混。我觉得学好中文前，学好中文之前，好像也是很奇怪。在不学好中文，我绝不罢休，就是很自然啊，这个句子很对。你要，可能老师我都会怕那个学生不太懂这个不的文法。
这个不学好中文，然后我的英文是 before， 他们就会觉得应该是在学好中文之前。不过这样讲，这个句子又很奇怪。对啊，不学好中文是 native speaker 会说。对，我们会说的。好，那不改它了。反正各位同学，不学好中文就是说 if I don't learn， 我直接翻译 if I don't learn Chinese well, then I'll never stop。直接翻译是这个意思。这个不是有点如果我不学好中文哦，如果我不学好，但是各位同学你不用说这么多。你只要说不学好中文 ，If I don't learn Chinese well, then I don't or I never stop， 我就不停止，我绝不罢休。可能老师绝不罢休，我们常不常用？绝不罢休，常用我觉得常用，我也觉得很常用，而且那个语气是非常 firm， 非常 determined， 对，非常有决心，我一定要这样子。各位同学，因为罢休是 stop。那各位同学，你们猜猜看，绝不罢休会变成什么？你知道吗？各位同学，罢休是 stop or give up， 然后我们说绝不就是 like never， absolutely not， 绝不罢休呀，绝不罢休这是什么意思？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吗？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哦，就这个意思。对，而且你的脸要这样，要很那种，我不学好，各位同学，你学中文要这样子。不学好中文，我绝不罢休。好，各位同学，所以绝不罢休就是 never give up, never stop, don't stop， 很好，很好哦 ，don't stop。对，我最喜欢学习啊，太棒了啊！巴基斯坦的朋友啊，来最喜欢跟我们学习，太好了。哦，索卡同学来自柬埔寨，苏沙得哦，欢迎。我现在都会讲各个语言的，你好了，苏沙得哦。呀，没有错 ，never give up， 好，坚持下去也可以，那个意思也是一样的哦。好，哦，这个问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可能老师你觉得呢？哦，这个问题很好对啊，我觉得不学好中文是 if I don't learn Chinese well， 前面有一个 if， 我们 omit 一个 if， 如果我们不讲了，对，但是学不好中文，它没有一个 if， 就是。Don't learn Chinese well， 它是一个 condition， 它 already happened。对，学不好中文的意思好像我现在还学不好，但是我不会罢休的，我还会再学。哦，感觉是这样子一个 condition。其实两个意思是差不多的意思哦，差不多的意思。对，好，对，所以我就说很多同学对这个不的用法有一点不太清楚。这时候用不或者没都可以吗？可能老师你觉得呢？没学好中文，很有意思的问题耶。我绝不罢休。刚刚我也在想，可不可以说没学好中文？没学好中文，你觉得呢？可能老师没学好中文，我觉得如果你说没学好中文，我绝不罢休 ，native speaker 会懂你说什么。对，可是如果是你写，就是 official 写，有点不太对。对，因为我觉得没是 didn't haven't。OK。在这里 condition 应该说不学好中文。我觉得不学好比较 native 一点哦，比较口语。不学好，好，同学们，其实你说没学好中文，我觉得我听得懂，但是不更好，不会更好哦。对。好，我觉得同学们开始会用绝不的这个用法，我觉得很棒。像送脚这个句子，可能老师觉得呢？不实现我的梦想，我绝不罢休。好，送脚的句子是不是有一个小问题而已？其他都还蛮棒的哦。对，就是不需要说好。对，不实现我的梦想，我绝不罢休。好，可以，很好。而且送脚，你这个句子非常very positive，very inspiring， 很好的句子啊。好。罢休跟放弃，我就知道有学生会问这个问题。这个可能老师我们下一个 page 来研究一下啊，我特别有告诉同学罢休怎么用。好，这位同学，老师告诉你，罢休跟放弃虽然意思差不多，但是罢休不可以乱用。一般来说，罢休我们会这样用。好，可能老师你告诉大家，罢休会怎么样去用？我们可能会怎么说？前面需要 deny。
negate. Yeah, that's right. You need a negative, like negative tone before you use before 罢休。你要有一个否定的字在罢休前面，通常是这样子的。对，好，所以可能老师，我们有3个真的蛮常用的，我们来念给学生听。第一个叫绝不，绝不，对，绝不罢休，可以绝不罢休，还可以怎么？这个你说第2个吗？对，第2誓不罢休，誓不罢休。罢休。诶，那其实各位同学都了解绝不就是 absolutely not never give up， 因为罢休是 stop or give up。那誓不，诶，柯老师，我觉得我们可以讲一下誓这个字。誓这个字要怎么解释给大家听啊？誓是 swear。Yeah, like this. I swear. Yeah， 各位同学，你看哦，如果你说 I swear I'll never give up， 哇，这个 tone， 这个语气是非常 strong 的，对不对？I swear to God, I swear to my parents, I swear to myself, I'll never give up。誓不，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用法是非常有意思的。誓不就是 you vow, okay, you vow to someone, you vow to yourself, you'll never give up, you vow to God。所以各位同学，誓不罢休就是我发誓哦，誓就是发誓，我发誓我不会放弃的意思。那最后一个呢是好，永不罢休。永不罢休其实没有那么常用，不过我们也常听到哦，永不罢休。可能老师，什么叫永？永是什么意思？永就是永远 ，never， 对吧 ？Yeah, like forever never。其实英文就是 never 的意思。但是我们中文我们会讲 forever never， 我们中文这样。forever never。对。呀，我中文说永不就是 forever， forever never give up， 中文会这样说。哇，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发现了一件事情，为什么老师说罢休跟停止不可以乱用？因为罢休通常这样用 negative words before it， 所以你会说绝不罢休，誓不罢休 ，never ever， 永不罢休。好，我们会常常这样用哦。好，所以可能老师现在我出了一题句子，这个句子还真的很困难。我们看看学生会不会懂这个句子要怎么去 put the words in order，OK？ 可能老师，我要你把这些词汇啊念给同学们听，好不好？第一个是哦，哎呀，网络可能有一点卡，可能老师不晓得回来了没有？哎呀，网络有点卡，各位同学有听到我的声音吗？老师，我刚刚回来了 ，OK， 没问题，好。我的 VPN 卡了，没关系。好，那我们来继续这个念给好。第一个是誓不，第2个是我，好，我，第3个是在还没，好，在还没，第四个是找到凶手前，好，找到凶手前，好，第5个是罢休，哇，这个句子有点难哦，各位同学，你们可不可以把正确的 order put the words in order？ 好，那在学生们思考的时候，可能老师我们先跟各位同学解释一下什么叫凶手。凶手就是杀了别人的人 ，murderer。呀 ，murderer 杀了别人的人就是凶手，这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杀人的人叫凶手。哦，凶手。好，来我们看一下各位同学们 ，killer 比较像杀手，对。那凶手不是杀手的，凶手比较像 murderer 的。好，对手不是对手，绝对不是对手，对手是competitor， 那个 match or like opponent 对。好，小伙子的句子，可能老师你念念看他写的对不对？好，在还没找到凶手前，我誓不罢休，太棒了吧！哇，小伙子很棒，你果然是个很聪明的小伙子。各位同学，
小伙子是说在还没 not yet OK before something not yet 找到 like find the murderer before finding the murderer 然后呢李朝老师这里偷偷的放了一个主语在这里所以你们加个主语哦一定要记得主语加上誓不罢休所以正确的答案可能老师我们念给学生听好了正确的顺序是3、4、2、1、5。好，那我们把句子念给学生听哦。好，好，在还没找到凶手前，我誓不罢休。哦，就各位同学，你就要像这样哦，誓不罢休。我发誓 ，I vow， 发誓啊、哦，这个叫发誓，叫 vow。我发誓，我绝不或永不，那就是誓不罢休就可以了啊、誓不罢休。好，太好了，相信同学们已经理解了，凶手就是暗杀别人的人，也不一定暗杀吗？也不一定是暗杀，不一定是 assassinate， 不一定。对，他可能是很光明正大的。对，在街上啊，对啊，在美国有很多 mass shooting， 这些啊不是暗杀。他不是暗杀，对不对？他就是不高兴了，他就拿起枪，叭叭叭叭叭叭叭，那个就是凶手，对不对？对。啊，不一定是暗杀，暗杀比较像是 like you kill someone secretly，OK，assassinate， assassinate。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吧。好，我想同学们应该知道罢休的意思了哦。那前面通常加绝不罢休、誓不罢休、never ever 永不罢休，太棒了啊！对，我最喜欢的就是看到同学们懂了这个词语的意思了啊、哦。对，所以罢休怎么样？不可以乱用，你通常要搭配这些词在前面啊、哦。好，第48个词汇叫做霸占，霸占。霸占可能老师英文我的英文没有那么好，霸占的英文就是 occupy 吗 ？occupy by 是啊，是 to occupy by force。对。Yeah. 各位同学，霸占不只是 occupy 哦，你是 occupy by force。OK，you force someone and take away something。所以各位同学，霸占不只是 occupy only，it means occupy something by force violently。OK， 哦，霸占。那我们中文好像也可以说强占，对不对？强占。对。好，强占哦，好。那不过我们今天学的是霸占，我觉得霸占 more violent， 更强。The Tom is stronger。是的。好，那可能老师要麻烦你念一下句子。好，他的财产被亲哥哥霸占了。哇，这个句子好 drama 的感觉啊！对。感觉在看那个连续剧的感觉，好 drama。好，他的 her 财产就是 property。那可能老师，我们中文来解释财产的话，要怎么说呢？财产的话，我觉得财产通常是你的钱、你的车、你的房子，对不对？没错，你的首饰。对，like your ring, golden like everything。但是财产，有的同学以为财产是 money only，no， 财产不是只有钱哦，财产可能是你的房子，是你的财产，那你的车子，你甚至这个车子啦、房子啦，还有像刚刚可能是说你的项链、金项链，这些都是对，那个 ring， 这个都是财产哦，财产哦，好的，占是什么意思呢？占哦。占的意思就是 occupy 吧？对，是 occupy。occupy 好像就是你 occupy a place，occupy something。哦，对呀，也有 take away 的意思。哦，霸占有点也是 take away and 你就把东西拿走了，就变你自己的了。哦，对。好 ，OK， 好的，好，霸占呢？你看他的财产被亲哥哥，你看这个图，这个哥哥，你看他很凶，他要把这个妹妹的东西给霸占。给拿走，这个就是霸占。哥哥拿走之后就变成哥哥了，可是他是霸占，他是用力，这是我的，不是你的，这是我的，
结果哥哥霸占了，就变成哥哥的了，就不是妹妹的了哦。所以这个霸占的意思就是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抢过来，变成自己的。对哦，比如说我如果看到啊，可能老师你刚刚的这个戒指好漂亮哦，我就赶快这样把戒指，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然后我就对，而且我要很 very rude， 可能老师这个戒指我要了，我就拿走，把它变成是我自己的了，这个就是霸占。哦，霸占。对，好。可能老师，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亲哥哥"这个词的意思，好吧？为什么会说亲哥哥呢？亲就是 biological。亲哥哥就是跟你有我们中文说血缘关系 ，like blood bond。哦，亲哥哥就是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哦，哥哥叫亲。我们特别讲亲哥哥跟哥哥的不同就是。当你讲亲哥哥的时候，你指的一定是你的 biological elder brother， 不是你的那个叫干哥吗？不是你的干哥哥，一定是你的 biological 一定是你的 biological brother 好，对，好，因为可能老师为什么我们要解释？我怕学生们以为是亲哥哥。是亲 kiss 对不对？不是 kiss 跟同学，我会怕学生说啊，为什么要亲他的哥哥？他的财产被哥哥霸占了，为什么要 kiss his brother？ No， 不是这个意思。对，亲哥哥可以说是 sibling 了差不多的意思。不过 sibling 也有姐妹嘛亲哥哥就是算是你的 sibling。elder brother。elder brother。好，哇，我觉得送脚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是蛮有意思。可能老师你觉得呢？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因为霸占是一个负面的词了 ，negative word， 贬义字。对，因为 you take by force， 争取不是争取是一个 positive， 对，是一个很正的词。因为争取是fight for something，gain something，strive for something，you fight for something。像这个送脚，你如果要去中国工作，你去争取中国工作的机会。This is positive。那霸占呢？就是说，送脚，你的工作很好，理查老师要把你的工作霸占下来，我要霸占你的职务，take over your position。他的工资。对霸占你的公司 ，take over your company。It's a very 霸占是非常负面的字 ，very negative word。但是争取，我觉得是比较 positive 一点的。对 ，positive。争取，送脚知道吧？争取 positive 好。对。好的，都可以说霸占土地耶，非常好的例子。很好，这个词我们很常用霸占土地。所以你用的是 you occupy someone's land by force。对是很粗鲁的是人家不愿意，这个人他不要给你，但是你要把他抢过来，这个就是霸占很好老师 Richard 老师，我觉得这个全翔。他常常给我们很好的例子，他的例子都是，我觉得都是 from newspaper， 非常 official language。我看一下全翔全翔，对。他可能在 Facebook 说我没有看到他的。我看到，他说霸占别国领土。霸占别国领土，我看一下有了全翔有了对。我知道他 Raju 我都叫他 Raju 还有全翔同学很棒，他在中国学中文的样子，非常的所以他的中文就非常的正式，很正式 ，very standard。霸占别国领土 ，very authentic， 非常好的。对，好，我觉得他应该常常看报纸，对不对？对，好像都是新闻的那个 headline 的感觉对。好，这个我觉得要看一下这位Gumjun 的句子，因为这位是来自印度的一位可爱的女生。那个可爱老师，你觉得她的句子可以吗？我的钱包被别人霸占了。其实它的grammar structure 非常好，被霸占非常好。但是我们不会说钱包被霸占，对不对 ？My wallet is occupied。通常不会霸占这么小的东西
对，因为通常霸占是很大的东西，很 generalize 的东西。我觉得，但是我是觉得，这个 gamjum 你可以这样用，我们是听得懂的。不过一般来说，霸占是用在 like assets 资产上面、财产 property 上面比较多。对。但是你这样说，我们是听得懂，然后我们会觉得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件 very serious 的事情，所以 very 对你来说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你才会这样说啊。好，文哥哥，所以不是哦，我们没有要你去亲你的哥哥，不是要 kiss your brother，no，the biological brother，他在我的男朋友。哎，这个例子很好哎，我觉得。可以，我们很常用，可以霸占男友、女友都可以啊，没问题，可以，霸占他国财产。没有他国财产，可能他人财产。他人财产，对，因为财产是比较一个小的 personal property 呀，好，抢盗跟大家对霸占很有兴趣啊。抢盗跟霸占，我觉得不太一样的。不一样。我抢到一个机会，对不对？对。哎，你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淘宝，或者是在美国有 Cyber Friday， 他们会去网上抢那些东西，因为很便宜。所以大家会抢着买，如果你买到了很便宜的东西，大家会说我抢到了。对，不一样。但是其实抢到跟霸占的意思，我觉得应该完全不一样。抢到是你 你拿到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很难有，所以我终于抢到了 ，finally I get it, finally I have the chance to get it， 这个叫抢到了。那霸占是 very rude, very violently， 你是霸占，所以完全不一样。你可以抢到一个机会，但是 you cannot 霸占一个机会，那个意思不一样。好，全翔，我的应该是邻居了啊，我的邻居啊，我的邻居霸占我的家，天哪！那你是恶邻居，你有一个很讨厌，这个叫恶邻居哦，可以，这个句子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这个邻居也有点太疯狂了。这块土地谁在霸占？可能老师你觉得，这个句子可以吗？这个句子啊，这块土地谁在霸占？好像我们不会这样用。不会，有点奇怪。对，但是有另一个学生也说了，就是泰国的这个学生，他说这片土地给政府霸占了，我觉得就可以了。对，我觉得玉珠和这个泰国的学生是说一样的意思。OK 有了，好，这片土地被给政府霸占了，可以，没问题，而且非常好。土地可以用霸占，土地用霸占特别好土地用霸占特别好是的。他的收藏被别人霸占了，肯老师觉得呢？我觉得可以吧，我可以听懂，但是我可能会想知道什么收藏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会想知道。我们可能想知道 specifically 什么没有错，什么收藏被霸占了？他霸占我的 new朋友，什么叫 new 朋友？女朋友女朋友因为可能老师其实我看不太懂拼音了，我们是学注音的。我懂他的意思，女朋友。他霸占我的女朋友，可以了好。对。好 ，OK， 哇，太多例子，大家对霸占特别有兴趣哦。我的哥哥，你的哥哥太坏了吧？你的哥哥霸占了你的床。我们不会说私人的床吧？除非你有其他的床吧，对不对？对，因为床当然就是私人的。对啊，所以 Nadi 你不用说私人的床，因为床一定是私人的。对。老师被我的课本霸占了，不是？老师被我的课本霸占了，这是什么意思？对啊，因为课本不是人啊，他不可能去霸占一个东西。你可以说老师霸占了你的课本，
不过也好像有点 too serious 哦。对对好对，老，OK，师，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好像霸占常常是人霸占一个东西，对吧？ someone 霸占了一个 object or a 对 land or property something like that 哦。对对，好，那我们往下看喽。好的，那我们来练习一下 passive voice， 我们练习一下被动式哦。好对，那这个我要请一下可能老师念一下句子。好，玛丽霸占了我的东西。好，你看玛丽好过分啊，她霸占了别人的东西。玛丽霸占了我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如果各位同学你要先说我的东西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用这个 passive voice 被动语态哦。那这个可能老师我们念一下，如果要改成这个我的东西放前面，玛丽放后面，应该要怎么讲呢？我的东西被玛丽霸占了。好，那各位同学，这个呢，其实霸占有时候是可以用 passive voice 的哦。我的皮夹被可人老师霸占了。可能老师把很粗鲁的拿走了。哦，对。哦，好，所以各位同学刚刚才讲到霸占了男朋友，对不对？好，那可能老师我们念一下这个句子，再请同学造一个 passive voice 哦。好，他霸占了我的男朋友。啊，这个太可恶了！你看这个，他霸占了我的男朋友了，哎呀，太可恶了哦。好，那各位同学，现在理查老师要你们用我的男朋友开始写这个句子。好，请问要怎么写？你们把答案写出来。我的男朋友叭叭叭叭叭。哇，各位同学，你们好熟悉这个写法。对啊，他们写的好快哦。妈妈霸占了我的，写了好多句子。这个 Channel V 很常做这种事情的感觉。他的 boyfriend 让我给霸占了，写的很好。很好，好，答案已经出来了。好，很多答案都出来了哦。好，我们看一下 second 的句子。好，要麻烦可能老师。好，我的男朋友被他霸占了。哎呀，好可怜哦，这个状况不太好，对不对哦？这个状况不太好。好的，其他同学都对了，这题其实很简单啦。答案就是我的男朋友被他霸占了，要记得加个了哦，各位，霸占了。好，对。我刚刚看到一位同学说霸占，老师霸占了我的心。我看到了，好好笑。可以，就是 dramatic way to say。very drama 的感觉哦。对。那其实我有一个词可以用，叫占据了啊，他占据了我的心。哦，老师占据了我的心，这个很 romantic， 浪漫。very romantic， 占据了，也是 occupy 的意思哦，占据了。对。我们比较会这样说 ，someone 占据了我的心。霸占比较 negative 一点，不过你用占据就 very romantic。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学生说老师霸占了我的心，可以，就是也可以，就是 exaggerate。非常自私的，非常真的很爱这个人，就会去霸占，也可以哦。对。那占据是比较 romantic， 哦 romantic， 哦好。我的心被理查老师霸占了。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句子可以。大家呀，已经学到这个怎么去改这个句子之后，就开始一直改，一直玩。哇，也是可以是来自日本的朋友，可能老师你觉得他的句子可不可以呢？我的部分薪水被政府霸占了。Part of my salary is occupied by the government。很对，很对。很棒的句子，而且这个句子很棒啊，也是可以很好。这个句子呢是非常地道的啊。向才你这样不行啊，你怎么可以霸占哥哥的玩具呢？常霸占哥哥的玩具，向才你这个句子语法都没有问题，很好的句子啊。对。好 ，OK， 那我想大家都已经会了啊，那没有问题。我们这个可能老师，我们按照我上课的惯例呢，接下来要给同学们考试啊。那考试之前呢，我们老师们也要测看自己的 test our memory， 我们是不是还记得刚刚教过哪3个词语啊？可能老师都要考你了。第一个词语是什么？
是罢免，对不对？罢免，各位同学，你们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词打出来，因为你们要练汉跟拼音打出来。你们告诉我们，今天教了3个汉字，3个词，3个词汇是哪3个？那可能老师刚刚已经告诉你了其中一个了，就是罢免，就是 dismiss somebody from office，dismiss somebody from post。好，有罢免了，好。哇，这个 Watum， 你好厉害哦！很快，罢休、霸占，你都学起来了，好，很棒哦。好的，哇，大家对这个霸占特别喜爱哦，特别你们很喜欢霸占别人的东西，对不对？对。好，那可能老师，我们来考试，我们出3题就可以了哦。好，我们看第一题。好，可能老师，我们要请你念一下我们的句子。好，不达目的绝不什么？怎么样啊？我们要说霸占，还是罢休，还是罢免？不达目的绝不怎么样？各位同学，我们有 keyword 哦，刚刚有提示你 keyword， 我不能再提示你们了，你们太聪明了，不可以再告诉你们了哦。对。好，哇，可能老师，我觉得大家很聪明哎，不过我看到了一个，我怎么看到一个霸占呢？绝不霸占，绝不霸占啊！这个一定是好人，因为他绝不霸占别人的东西啊。对。罢休、刷屏对，因为每次我们题目出来，马上有刷屏对出来了，刷。很多都是罢休。好啦，那你们都答对了，各位同学，我们为什么要用罢休？因为我们看到了绝不，对不对？那各位同学还记得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吗？除了绝不之外，还有2个什么什么罢休，什么什么罢休，你们还记得吗？想一想，还有2个绝不罢休，还有一个可能老师提示你了，这个这样子是什么罢休？你们写出来，这个是什么罢休？这是什么罢休？我觉得那个字特别难打，对不对啊？对。来，同学们，这个有了，誓不罢休，很好，丽娜的句子誓不罢休。还有一个是什么 ？Like forever never， 这个是什么罢休 ？Forever never 叫什么罢休？知道吗 ？Forever never 啊，永不很好，永不罢休 ，never give up。哇，这些同学啊，太棒了哦！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怎么用了哦。所以各位同学，罢休不可以乱用，罢休不可以乱用，你要用永不罢休、誓不罢休跟绝不罢休哦。好 ，OK， 我们看第2题。好，要麻烦一下可人老师。老李什么了朋友的钱？哎呀，这件事情一定是怎么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not that good。老李怎么样了朋友的钱？好，这件事听起来好像 not good。对，大家快刷屏了，刷屏对来了。怎么有人选罢免？罢免？你怎么可以罢免钱呢？你要罢免 someone，OK？哦，你要罢免 someone， 西健康罢免 someone。老师占据了我的脑子。你应该是说全翔，你是说可能老师吧？应该不是我了哦。如果是我就糟糕了哦。好，开玩笑的啊。好，很棒。霸占。可能老师，你念一下正确的句子给大家听好吗？好，老李霸占了朋友的钱。对，霸占，各位同学，不好的事情，你去 occupy by force， 这个是 not good， 不好的事情哦。好，老李霸占了朋友的钱，好，太棒了哦。好，我们再往下看，最后一题。好，我们要请可人老师。好。经济部长因贪污被怎么了？这题很简单，经济部长因贪污，刚刚可能老师有讲过了，就是这样子。把不该拿的钱给变成自己的了，这个叫贪污。尤其像总统啦、什么什么部长啦、州长啦、市长啦，他都会这样子贪污。变成自己，把钱变成自己的，
这个叫贪污哦。好，贪污，哇，又是刷屏对啊。好 ，Channel B 的句子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好，可能老师，我们最后就把它正确的答案念一遍吧，这题太简单了。经济部长因贪污被罢免了。好，罢免就是怎么样？你投票哦 ，you vote， 然后呢，把这个人拉下来，这个人的位置拉下来。所以经济部长如果被罢免的话，他就不再是 not anymore，no longer， 他就不再是经济部长了，因为他被罢免了，他从经济部长的位置被拉下来了哦。好，对，好的，哇，太棒了。好 ，OK。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里了。我们3个词汇呢，最后啰嗦一点，再请可人老师念一遍给大家听。第一个是霸占，霸占。好，第二个呢？罢休。罢休应该是永不罢休，是这样了哦，永不罢休哦，绝不 ，never ever 啊，绝不哦。好，还有第三个是罢免，把人从职务上对。把人从职务上拉下来，这个叫罢免啊、所以他都有他的动作，你可以用动作记起来。霸占，霸占就这样子。好、罢休，永不罢休，永不罢休，绝不罢休。罢免就是这样，把人拉下来。哦 ，OK， 好。对，好的，感谢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喜欢可人老师吗？可人老师今天教的很棒哦，真的哦。你看你们同学，哇，这个非常好有意思。对啊，这些同学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而且中文真的很好。好，各位同学，喜欢可人老师的同学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你赶快去 Unconventional Chinese 哦，来，哎，马上 Malik 同学就说，哇 ，Karen 老师好可爱，好喜欢哦，对不对？谢谢 Malik。你们从来都没有说喜欢我过，你们一个新老师来，这个叫你们就建议4000了，你看看，哎呀，真是。我常常看 Richard 老师的中文课，哇，真的、啊。同事说喜欢你，好不好？真的、啊，好了，原来如此。好美丽哦，佳佳说的，佳佳是来自摩洛哥的小女生哦。Nadi 爱上她了，哎呀，你看，很受欢迎哦，可人老师啊。好，那再一次的跟各位推荐一下我们可人老师的 Unconventional Chinese， 很棒。理查老师啊，常常去看可人老师的视频，真的很好。哇，他教的很有意思，尤其他去国外旅游的那几天，那个 那个博客真的是，哇，太棒了，很有意思哦，很有意思哦。好 ，OK。如果大家有时间哦，如果你们有时间，我希望你们可以 Google 一下 Dr. Steve Krashen Comprehensible Input。如果你用 Comprehensible Input 学中文，你的中文会越来越好，很快，越来越好，很快。而且呢，这种比较具有理解性的教学法是对学习语言最有效的哦，真的是这样子。对，真的。好，可能老师，那这样的话呢？你以后会再来吗？我要，我来啊！太好了，很有意思。我特别期待，只要我有时间我就来。对啊，有时候可以又来了。每次看到美女老师就哇，这个精神就来了，哇，精神就来了，你看看。然后每次是理财老师就是哦，好，那这个可能老师，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了。那先跟你说再见，我来跟同学们那你也跟同学们说个再见吧。好，谢谢大家，你们真的很有意思，很感谢你们。今天晚上我真的 have a lot of fun。Really， 太棒了哦。对，好，谢谢大家。各位同学，可能老师会来上课的时间可能是星期五，也可能是星期六，看可能老师的时间哦。那每周基本上都应该可以看到可能老师啊。对，希望可以一起多做。好的，理查老师一个人教我们讲孤独。孤独。佩佩猪说特别期待学 unconventional 中啊。对了，可能老师，其实有时候也可以您这边准备课件，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因为我准备课件可能那个方式，一方面也是说可能不是您的教学风格或怎么样，所以你也可以用你的方式，因为我会 focus 在 HSK 上面，因为是新 HSK 是最近出来的，所以我特别会去赶那个进度啊。没问题，好的。
好，那谢谢可人老师喽，谢谢 Richard 老师。太棒了，我们下次见喽。好，好，拜拜再见，拜拜。拜拜。好，各位同学，可人老师很可爱，对不对？而且他教中文真的教得很好，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来上我的课哦，因为可能老师应该是 Friday or Saturday 会来哦。好 ，OK， 那好的，那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拜拜。哎，别忘了帮老师按赞呢，click likes，OK，帮老师按赞哦。好，明天见，拜拜。